郑丰是被超视距斩杀的。什么叫超视距呢？就是他压根儿都看不到监视 C 已经被斩于马下。这跟飞行员有毛关系吗？谁还记得印巴57空战？话说呀，印度三哥那4架法制阵风战机，硬是凭着过人的表现，拦截了巴方监视 C 发射的数枚霹雳15导弹，堪称战功卓绝。就是这场空战让郑丰一战封神，也让很多国家刮目相看。现在还真有国家非要死磕这架空战功臣，难道真的是因为郑丰在印巴57空战的亮眼表现吗？才让越南动了心。越南真他妈把这波毒奶当成营养给吸收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友记，我是大钊。法国阵风战斗机在印巴空战里被中国监视 C 摁在地上摩擦，剃了个光溜溜的光头，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。那结果呢？越南转头就宣布，老子不买俄式苏35，也不买美式 F-16，非要死磕这架拦截导弹的神机。我估计很多家人跟我一样看到这消息第一反应就是，越南这是喝了假酒，还是脑袋让门给挤了？这不明摆着给咱们监视 C 送人头。咱先不说别的，就说印巴那场空战，巴基斯坦的监视 C 那可是把印度的阵风打得找不着北。巴国防部长亲自出来作证，说监视 C 用干扰吊舱直接废了阵风的雷达，把他逼得紧急迫降，跟丧家犬一样。这就好比什么？好比武侠小说里一个自称天下第一的剑客，刚被人一脚挑飞了兵器，脸都被打肿，结果旁边一个小门派立马凑上去，大师我就服你，你的剑我买了，以后我就跟你混。你说这离不离谱？礼记中庸说知耻而后勇，意思是知道自己错了输了就要奋发图强，找厉害的学。可越南倒好，反其道而行之，知耻而后买，专挑被打输的战机买。这操作要是孔子在世，估计都得捋着胡子叹口气儿。三人行必有我师焉。可你这是专门找不如自己的当老师。而且更怪异的是什么？这郑丰被监视 C 剃了光头以后，不仅没滞销，反而卖得比以前更火，价格还水涨船高，简直就是军贸市场的黑红顶流。你们说这世界是不是疯了？今天咱们就好好扒一扒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猫腻儿。越南为什么放着好好的苏35 F-16不买，非要去买一架败军之将？真的是脑子进水了，还是说这里边有什么咱们看不懂的算计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友记，我是大钊。有个军迷朋友最近看到印度、乌克兰、越南都在买阵风，就跟我说兄弟你说这阵风是不是给这些国家塞钱了？不然怎么打输了还这么受欢迎？我笑着跟他们说，你格局小，这哪是塞钱，这是法国玩了一手反向营销。你看我这战机虽然打不过监视 C， 但架不住有人愿意当冤大头。玩笑归玩笑但说实话，这阵风的逆袭之路确实比很多电视剧的剧情都特娘离谱。咱们先来看第一个冤大头不是第一个回头客，印度。大家都知道，印度在印巴空战里，阵风被监视 C 打得有多惨。巴基斯坦国防部都亲自实锤，说监视 C 用干扰吊舱直接干扰了阵风的雷达跟通讯系统，把阵风逼得紧急降落避战，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。按道理说吃了这么大的亏，印度应该弃坑吧，再也不买阵风了。结果呢，印度三哥不仅没弃坑，反而直接宣布要增购114架阵风战斗机，总价值高达361亿美元。这么算下来，一架阵风的单价竟然超过3亿美元。3亿美元兄弟们，什么概念？相当于一架阵风能买3架咱们的监视 C， 甚至能买好几十架枭龙战斗机。这简直是把钱当纸烧了。有人就说了，三哥这是不打傻了吗？明明阵风刚打了败仗，怎么还买更多，花得更贵呢？其实不然，印度虽然平时爱犯糊涂，但在这件事上心里可是门清的，甚至还反过来拿捏了法国一把。中国有句老话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，天下攘攘皆为利往。印度之所以愿意花大价钱买阵风，核心就一个，法国同意给印度转让阵风的生产线，
而印度还狮子大开口，要求阵风的本土化率必须提高到75%以上。说白了，印度买的不是114架战机，而是一套先进的战斗机生产技术。大家都知道，印度自研的光辉战斗机那就是个笑话，造了几十年，连印度空军自己都不愿意要，堪称空中拖拉机，根本拿不上台面。印度心里也门清自己的军工水平不行，想要提升国防实力要么买现成的战机，要么买生产线自己造。而法国的阵风虽然打不过歼十 C， 但在4代半战斗机里也算是中等偏上的水平。更重要的是法国为了保住印度这个大客户，竟然同意了印度的苛刻要求。114架阵风，除了首批18架在法国生产以外，剩下的106架全部放在印度本土组装，而且要让印度企业深深参与到产业链上，分享订单红利。更有意思的，印度还玩了一手先买后砍价的套路。之前印度买36架阵风的时候，就只付了40%的货款，剩下的尾款呢，就以性能不符合预期、交付延期为借口，一直拖着不给，把法国气得没脾气。这次增购114架，印度更是变本加厉，直接以不答应本土化生产就不买了的要挟他。要知道，法国阵风之前一直以技术保密为由，坚决拒绝给其他国家转让生产线。这次之所以妥协，也是没办法。阵风在国际军贸市场上之前竞标屡屡尽失，之后输给了 F-16、F-15E 台风战斗机，能拿到印度这么大订单，已经是雪中送炭，根本就不敢得罪印度。聊完印度这个精明的冤大头咱们再拉回今天的主角越南。印度买阵风好歹还能捞到生产线，算是亏中有正。可越南它既没有印度那么大的体量，也没有印度那么硬的议价能力，凭什么也跟风买这架被歼十 C 吊打的战机呢？难道真的是被印度带偏了节奏吗？脑瓜子一热就拍板了？其实不然越南心里也有自己的小算盘，只不过这算盘打的比印度还离谱，纯属自欺欺人。咱们先说说越南为啥放着苏35、F-16不买，非要死磕阵风呢？首先说苏35它是俄罗斯的4代半战机，论机动性其实比阵风还强一点。而且越南之前一直用的是俄制装备，从苏27到苏30，飞行员早就习惯了俄式战机的操作。买苏35不用重新培训飞行员，维护起来呢还方便。按理说应该是最优解吧，可越南偏不，为啥？因为这些年俄罗斯被西方制裁，军工产能拉胯的不行，交付战机的速度慢得像蜗牛。之前越南订的苏30硬生生拖了好几年才交付，而且后续的维护配件也经常断供，让越南吃尽了苦头。更重要的是俄罗斯的航电技术早就跟不上时代了。苏35的雷达跟电子战系统比歼十 C 差了不止一个档次，就算买了也照样打不过歼十 C。越南心里门清，所以干脆放弃了苏35。那为啥他又不买 F-16呢？要知道 F-16V 也是4代半战机，航电系统比阵风还先进一点，而且呢价格比阵风便宜不少。按理说比阵风值得买吧。可问题就出在美式装备这4个字上。美国卖武器从来都不是单纯的生意，而是附带一大堆政治条件。你想，越南一直跟咱们中国在南海有摩擦，可同时又不想彻底得罪中国。要是买了 F-16，美国肯定会要求越南站队，疏远中国跟俄罗斯，这是越南不愿意看到的。他想着左右逢源，两边通吃的，既想提升国防实力，又不想被任何一个大国绑架。所以美式装备从一开始就被越南排除在外。那么排除了苏35跟 F-16，越南就把目光投向了阵风。在他看来，阵风简直是完美选项。第一，法国卖武器向来只认钱不认立场，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还能提供完善的售后跟技术支持，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，正好符合越南左右逢源的心态。第二呢，阵风是一款多用途战机，既能空战又能对地对海打击。越南海岸线长，需要一款能兼顾多任务的战机，而阵风的多用途能力在4代半战机里其实算得上顶尖的。第三，也是最离谱的一点，越南竟然觉得阵风虽然在印巴空战里输了，不是战机不行，而是印度飞行员太菜了。家人们，你敢信吗？越南军方私下里就有声音说印度飞行员训练水平差，操作不熟练，所以才让阵风发挥不出真正的实力。要是换成越南飞行员，肯定能把歼十 C 打得落花流水。你品，你细品，
这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。咱们就拿歼十 CE 跟阵风的硬实力比一比，高下立判，就算让王牌飞行员开阵风，也照样打不过歼十 C。为啥呢？这不显而易见的，阵风是被超视距斩杀的。什么叫超视距呢？就是他压根都看不到歼十 CE 已经被斩于马下。这跟飞行员有毛关系吗？就算有关系，咱们来看雷达。歼十 CE 装的是有源相控阵雷达，监测距离高达240公里，能同时跟踪12个目标，锁定6个目标发起攻击，而且抗干扰能力极强。阵风的雷达探测距离只有180公里，抗干扰能力更是拉胯。之前印巴空战就是被歼十 CE 的干扰吊舱直接废了雷达，连敌人在哪都找不到，谈何反击？其次看空空导弹，歼十 CE 配备的霹雳15空空导弹，射程高达145公里，能实现超视距猎杀。阵风的流星导弹射程只有100公里，等阵风锁定了歼十 CE 的时候早就被歼十 CE 的导弹击落，连靠近的机会都没有。更重要的是歼十 CE 还有隐身涂层跟 DSI 进气道，隐身性能比阵风好太多，能先发现、先开火、先撤离，形成单方面的碾压。说白了，阵风在歼十 CE 面前就是一个移动的活靶子。越南买阵风跟直接给歼十 CE 送人头的区别就是没有任何区别。还有一点，越南可能压根就没考虑到阵风的维护成本高得吓人，一架阵风每年的维护费用就高达1200万美元，比歼十 CE 贵了3倍。越南的军费本来就不算多，每年也就70-80亿美元，要是买个几十架阵风，光维护费用就能把越南的军费给拖垮。到那时候战机买得起，养不起，只能停在库房当摆设，沦为全世界笑柄。说到这儿，大家应该明白了，越南买阵风不是脑子进水，也不是被印度带偏了节奏，而是他自己的小算盘打错了。他想摆脱俄式装备的依赖，想左右逢源，想靠阵风提升国防实力。可他忽略了最核心的一点，阵风本身就是一款被歼十 CE 吊打的战机，就算你买回去，也改变不了被碾压的命运。因为人家是体系作战，你光买一架飞机有用吗？建议你先研究一下什么叫体系作战。最后想问家人们一句，你们觉得越南买了阵风以后能打得过咱们的歼十 CE 吗？评论区见。